因为是半截尸体，所以法医没有办法确定她的死因。但警方怀疑冯新梅的死是因为她的老公有外遇。白先生，我相信新梅对我们的感情是有信心的，她没有人会自杀的。那个女死者不是自杀的吗？你们为什么要查？死者的丈夫怀疑她不是自杀的。他们还在调查那起案件，怎么办？翻开生命的篇章，许多假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，穿透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，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，回忆总会纠缠每个自思念走远过的谎，以为会被淡忘，多么幼稚的想法。哦，樱花老公火龙果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就是要打你！自从你来咖啡店找我老婆之后，她天天雄哥前雄哥后的，说你英俊潇洒又贴心，站到你天上有地下无的。原来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那么高了。高个屁！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老婆才会对我越来越冷淡，现在还偷偷来了新加坡，不是跟你幽会是什么？他来新加坡我一点也不知道，我没跟他见面。你当我是傻瓜？够了，听到没有？我警告你，不要再找我老婆了，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喂，你是谁呀？那你又是谁啊？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？干嘛打我师傅？你师傅？白敬雄啊。对方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做我们这一行很难说的，很多时候得罪一些来历不明的人，以后要小心点啊，让你担心。因为我会担心，而让你感到内疚，我才过意不去呢。幸好没弄伤我阿娜达英俊的脸，小心点啊！没事，这里。那男人外号火龙果，是樱花的老公。樱花，樱花就是师傅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朋友。上次因为我爸的案子，我们去找他帮忙。不过之前师傅有跟他见过面，还被火龙果偷拍。那这次樱花来新加坡找师傅，火龙果也跟着来。他是怀疑师傅和樱花之间有暧昧关系，所以去找他对质。看来是一场误会吧？其实师傅的女人缘那么好，你不会担心吗？做夫妻的有时候需要一只眼睛开，一只眼睛闭的。虽然师傅很有女人缘，魅力也不减当年，可是最重要的是，
他心里只爱我一个人。看得出师傅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师傅和樱花之间好像是有什么秘密。我去查查他住什么酒店。这件事需要告诉师傅吗？我看不需要让你师傅知道。一只眼开，一只眼睛闭。江颖32岁，来自中国吉林省，在本地工作已经10年。然后6年前，他到林大卫的诊所当助理，跟林大卫发生婚外情。冯新梅过世之后，他一直在林大卫身边。这个江颖啊，真的是林大卫的贤内助了，不止在诊所是他的好助手啊，还把林大卫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江颖跟林大卫早已经同居。但是一直都没有结婚，虽然没名没分，江颖还是对林大卫死心塌地。所以你们觉得江莹很可疑？当然可以啦，冯新梅的死啊，获益最大的就是他。虽然江颖有动机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找到足够的疑点，证明这起案件是他杀，不是自杀。High five。警方认为当年冯新梅自杀的原因有3个。第一就是冯新梅的老公有外遇，情绪低落，3月16号发了简讯给大卫，内容有自杀的意图。第二，有人看到他在海边徘徊，而且是独自一个人。第三，警方在海边的停车场找到冯新梅的车子，车内很整齐，冯新梅还把结婚戒指留在座位上，所以警方相信冯新梅开车到海边留下戒指，然后发短信给林大卫，之后就跳海自杀。No，冯新梅是不可能会自杀的。谁说她不可能自杀？你发现什么？你说你去见一个证人什么的？就是新城丽人的前编辑梁月翰，他是冯新梅的好朋友，说冯新梅失踪的前2天见过他的。地点就是冯新梅最喜欢的星星咖啡座，那里的环境很清静，所以他常去那里写文章和跟朋友会面。小姐啊，你怎么啦？看看你，带这2只熊猫也蛮接走。我已经计划好跟他重游欧洲，2度蜜月，机票也买了，酒店也订了。So sweet。谁知道他爱上了诊疗所的护士，心里已经没有我了。你说我情何以堪啊？小姐，坚强一点。原来他当年跟我说的山盟海誓都是假的。我很痛苦，只想一死了之。你意思是冯新梅是自杀的？不可能。为什么一直说冯新梅不可能自杀？冯新梅和梁约翰说的那番话很负面，但是他的文章都很正面的。文章是作者的投射，很多时候他们写的东西跟想的东西刚好相反。你都说是很多时候了吗？就代表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的。冯新梅在很多文章里谈到夫妻之间的感情，但是现实生活中她被她老公背叛。再乐观的人一定会伤心难过，甚至想要自杀的。文章中的冯新梅还有现实生活的冯新梅都非常正面，思想非常坚定，还有热爱生命，是不可能会自杀的。文章中的冯新梅还有现实生活的冯新梅都非常正面，思想非常坚定，还有热爱生命，是不可能会自杀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
因为我看过他所有的文章，从他的文字中，我看得出他的感情是真实的，不是粉饰太平。OK， 这是他写的啊。人生烦恼就10个字：放不下、想不开、看不透、忘不了。但是他们不会找上我，因为我早已经放下、想开、看透、忘了。好，这一段。事情每天都在变化，我拥有人生最大的奢侈，就是每天能和自己喜欢并善待我的人在一起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看，这里还有很多文章都充满了正能量。像她这样的一个女人是不可能会自杀的。人的情绪很难控制的，可能他一时想不开，在那一刹那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呢。我不认同，我觉得是。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我们不要太早下定论。对，警方是找到冯新梅自杀的证据，但是没有人看到她自杀，法医也没有断定她的死因，所以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疑点。这里就是冯新梅小姐以前最喜欢的座位，她每次来都会选择坐在这里。我知道冯小姐当年也喜欢喝你们的招牌饮料，给我来一杯吧。好。有位诗人说过的，一生至少该有一次，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，不求有结果，不求同行，甚至不求他爱我，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那个人。你最想见到的人是我吧？可惜，往事不会有结果的，因为我不爱你。如果遇到了那个人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而爱情是留给有勇气追求的人。没错，冯新梅说的没错。雨阳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我会追求到底。先生，哦 ，sorry， 这就是冯小姐生前最喜欢喝的饮料，她把它取名为“心心相印”，请慢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问你啊，你和冯小姐熟吗？很熟，她每次来几乎都是我照顾她的。那你认为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？她很友善啊，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非常客气。对他的读者很热情，而且很热爱他的文字工作。那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很开心的人啊？当然，他自己也说他很快乐啊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私底下曾经问过他哦。那你们应该很熟吧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后啊成了他的粉丝。他在专栏上写文章，我每一篇都有读过。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是他的超级粉丝。他写的每一篇文章啊，我读过至少2次。哦，这样啊，原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他这么喜欢这里，他一个星期会来几次啊？差不多每天都来。他说他很高兴来这里写作，因为他会有很多灵感。那你有没有看过她老公啊？冯小姐在咖啡座办过几次讲座，我从来没见过先生来捧场。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认为他会不会自杀？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怎么了？吃饭不是应该开开心心的吗？看到你这个样子，我都没胃口了。还不是我妈呀，又催我回去，说帮我安排了相亲。又来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这些，不过亲爱的，你几岁才要跟我结婚？只要我们正式结婚，我妈和亲人就不会烦我们了。我们都已经在你家乡摆酒席了，他们还想怎么样？可是我家人知道我们没正式结婚，难道你想我们一直这样下去吗？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？跟其他夫妻有什么两样的？对不起。我想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的。我已经找私家侦探去查新梅的死因。如果查出她不是自杀的，我就跟你结婚。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是放不开那个女人？不用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哭得很惨啊。正常反应。他真的很可怜的。但是呢，我不会像他一样，为了一个完全不给我名分、不要跟我结婚的男人，苦苦守候这么多年。有机会跟他讲话吗？没有哎。但是看他的样子，我觉得他对林大卫是真心的。这点我想毋庸置疑吧。那我们先回去吧。哎，你没看到社长发给我们的简讯吗？他有事走不开，会议只用了2个小时。怎么？你说怎么打发这2个小时啊？你说呢？我们很久没有去练习柔道了。好啊。哎，不过先说明啊，这次不准你再让我了。不会啦。真的？真的。走吧。都跟你说了，打柔道的时候不可以让我。我没让你。我今天的确是状态不好。鬼才相信你。喂，有句话说啊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以后你们去打柔道，可不可以叫我一起去啊？你又不会打，你去干什么？我可以当观众吗？要不然就让你当楼梯把他丢来丢去喽。哎，我干脆拜你们2个为师，怎么样？啊？怎么说定了？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师傅啊，你从师母那里过来啊？不是，跟一个老朋友吃饭聊久了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哦，我们调查了冯新梅的家庭背景，她是独生女，家境富裕，是掌上明珠，难怪可以当一位全职作家，好命啊！还有，她的父亲去世的时候，留了一部分遗产给冯新梅，但是冯新梅把产业都转到母亲名下。这么说，林大卫不会因为冯新梅的死而得利。没想到冯新梅的母亲啊这么有钱，不知道她要不要找个干儿子了。哦，我们除了查到冯新梅没有财务上的问题，我们也知道她的朋友都是文艺界的，人缘好，蛮受欢迎。不过她这个人又有气质又有钱，
可能遭人嫉妒嘞。OK， 君年，你查了什么？哦，我告诉你们了，星星咖啡座真的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地方啊，难怪冯新明喜欢在那里写作。我在那里只是3个小时，喝了2杯咖啡，就是说重点。OK， 在那里有一个跟冯新明很熟的侍应生告诉我，冯新明在死之前呢，有出版社要帮他出书，有电影公司要找他当剧本顾问，还有当时他正在准备代表新加坡去法国参加一个文艺营。当时的他心情应该是非常的好，不可能会自杀的，所以是他杀 confirm。我的感觉啊，不会错的。就一样认为冯新梅不可能自杀，主要是一种感觉，缺乏有力的证据来支撑。不过，正如之前的殉情悬案，社长应该会以他杀的角度来调查。对。我的确是以他杀角度来调查，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自杀那么简单。师傅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啊？就因为那封5年后才寄到杂志社的稿件，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：真的那么巧吗？邮件失误？对，如果有人故意在这个时候寄出那封稿件，这起案件很可能另有内情。大侦探福尔摩斯曾经说过。不寻常的现象总会提供一些线索，所以啊，我推你们2位老板的说法。OK， 如果真的是他杀，凶手会是谁？当然是获益最多的江颖。那么confirm吗？哎 ，Hello， 是你说的吗？你说她没有仇人，所以她唯一得罪的就是抢她老公的小三。我看过江莹为了林大卫不想跟他结婚哭的样子，真的很可怜。而且他身形那么小，那么柔弱，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哎，黄大小姐啊，她可以找个帮手、杀手，甚至是假借他人之手，不一定要自己动手 ，right？ OK， 黄玉，既然你这么不服气，不如我们打个赌。我说凶手是江颖，你说不是，对不对？如果谁输了，就为对方做一件事，丢。丢。不是刚跟你吃过饭了吗？又找我什么事啊？你真的有他消息 ？OK， 我尽快赶过来。青琼叔叔，乖，我听你妈说你参加一个学校很重要的比赛。我代表学校参加全国数学奥林匹克比赛，还得了第1名哎！真的了不起啊！志伟，做完功课就赶快收拾一下，爸爸会来接你回家。哦，知道了。老板娘呢？她出去了，叫我留下来看店。有没有说去哪里啊？没有。老板，你们还在调查那个半截服饰的案件呢？那找到凶手了没有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还在调查当中。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我问不到东西呀。老板只是说他们还在调查，其他的什么都没说。算了，不要问了。爸爸，我得了学校的奥林匹克数学奖，老师请你们出席颁奖典礼，你可以去吗？志伟，你去告诉老师，说爸爸身体不舒服，不能过去啊。别不开心，爸爸带你去吃炸鸡啊。王婶，李先生啊。对啊，他是我老爸。你们不是赶时间吗？赶时间，他们。哦，来了。嗨。
我是来找208号房何樱花小姐的。我上去找不到人，请问她留下什么口信吗？何小姐已经退房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15分钟前吧。谢谢。喂，樱花，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告而别，有点担心。无论如何，留个短信给我。你回来了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刚才不小心在餐馆弄伤的。伤口深不深？以后小心一点。让你担心，我才过意不去呢。OK， 今天你好好休息，让我来下厨，好不好？那我有口福了。对了，今天我终于看到旺婶的老公了，你见过他吗？旺叔啊，嗯，很久以前看过一次。他是不是生病了？我听旺婶说他身体不好，常常生病，而且不能出门。你知道什么病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旺婶只是说他不能出门看医生。奇怪，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或许是吧，鬼鬼祟祟的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疑点。真的吗？我都是我看上了，我有4张密室逃生游戏的门票，免费的哦，我们一起去玩嘛。耳朵上，你帮我约海峰一起去 ，OK？ 我最怕玩这种游戏了，我才不去。你要去也不行啊，你妈的手受伤了，要好好休息。你们真的不要去啊！ No。你们不要去没有关系。耳朵上，你帮我安排海峰、俊彦还有于洋跟我一起去。最重要的是，海峰一定要去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最了解我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海峰呢？哦，海峰他不来了，他叫我跟你说对不起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为什么临时变卦？我不玩了，你们自己玩吧。海峰，你不是不来了吗？谁说不来的？俊彦啊。你被他耍了。我刚刚是去了洗手间。洪俊彦。我们走。我们吃饭。嘿，谁？我啦。怎么会是你啊？海峰呢？哎呀，应该是跟黄宇去另外一个密室了。喂，不要这样可不可以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跟我同一队，恐风会比他们快完成游戏的 ，OK？ 随便啦。啊，海峰，我这里是监牢哎，被锁住了。那是什么情况啊？黑暗哎。等一下啊。我这里有一条，好像是手电筒的头哎，你那里是黑暗是吗？是，这边下面有一个洞。下面。对，这是墙。这边听到吗？被东西盖住了哎。把它推开一下。有啊。有，我交给你哦。好。哎，有了。哎呀，全部都交给你吧。等一下。哎。哦，找到电池了。电池？等一下。我这里什么都没有了哎。哎。哦，有灯哎。你看到什么？哎，有钥匙。哎，这有钥匙，你刚才哪出来的？我跟你说啊，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有线索，要仔细的看，认真的看，不可以放过每一个细节。OK？ 不。哎，俊彦有枪哎！我看。
有磁铁。走走走。哎，拿到钥匙了。给我啊！好好好，快一点哦。准备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来，交给你了。好了。有了。哎，可以嘞。哎，金燕，有盒子哎，锁头。知道了。哎，可以了。可以。好啊。哎，你的门好像需要密码哎。有了。是什么？镜子。知道。有了。Deactivate lasers and the flashing Morse code。哎呀，简单。Follow me。哎，这边也有一排一排的奇怪的图案哎。一排一排的图案啊？是。是不是好像主屋啊？是。OK， 那我们试一试，第一行第一排的有没有什么号码？是4条线。4条 ，OK， 4。那第二个是第3行第4排是什么？是4条线。关掉雷射。我们赢了！他们可能已经出来了，故意躲起来制造假象，让我们白高兴一场。糟。And the winner is 徐杰的。6。4832 4832。哇，现在才出来啊！你看这里啊，都生蜘蛛网啊。你们是大侦探哎，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啊？哦，真是没默契。那我想接，哎，你很聪明哎，没有一关是难得倒你的。怎么办呢？我好像越来越喜欢你喽。我知道我的魅力是无法挡的。哎，你们怎么一点体育精神都没有啊？哎，说了要请吃饭的哈。小皮啊，你老爸很厉害啊，跟一个小妹妹的组合都可以赢2个大侦探。没办法啊，我的观察力又强，反应又快。小皮啊，你老祖宗的故事“龟兔赛跑”最对了。开始领先的人，往往不是最后的胜利者。哎，你可以不要再说话了吗？你真的很烦哎。我也想，不过我不说话，嘴巴会臭的。我收到这个包裹，你们看看，没有署名，没有写下对方的地址，就寄到我家来。送这2样东西会有什么目的啊？这是冯新梅的耳环，你确定吗？我刚刚看了星星咖啡做训生给我的视频，是冯新梅失踪的前一天在那里办活动的时候拍的。我很肯定，她当时就是戴着这个耳环。如果耳环属于冯新梅的，那这条手帕呢？从颜色跟款式来看，应该是男士用的。而且把这2样东西封密在胶带里面，刻意保存了5年，应该是个很重要的证物。收集这2样东西的人一定知道一些内情，而且他还知道CCI正在调查案件，才会在这个时候寄来给我们。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？
当然是要我们揭穿凶手的真面目了。我一开始就说了嘛，冯新梅不是自杀，而是被谋杀的。这个人很重要。除了委托人林大卫，还有谁知道我们查这个 case？林大卫有跟江莹说过，还有杂志社的那个女编辑欧阳婷和前编辑梁月汉。也就是说，这4个人都可能是寄出包裹的人。他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？这还不简单，不是凶手就是目击者了。为什么5年前不说，现在才送这些东西给我们？我觉得有时案情就是那么简单，我们不应该想得那么复杂。OK， 先拿这2样去化验，看什么线索，还有查下那2个编辑的背景。吃饭了。谢谢师母。为什么谢我？又不是我下厨的。要不是你受了一点小伤，我怎么有口福吃师傅的招牌蛋炒饭呢？赶快去吃吧。好。哎，师傅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干嘛？要拍照 po 上网？我要拍照给那个没口福吃的人，让他流口水。我叫你们查杂志社的编辑，查到怎么样了？哦，梁月汉在冯信梅失踪的前2天见过他，但是又出国了，1个月后才回来，所以他不可能是凶手，也不可能是目击证人。欧阳婷也没有可疑之处，他从2009年起一直在国外定居，直到去年才回国。在这之前，他跟冯新梅根本不认识。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，那个神秘人把男性手帕寄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哎，手帕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吗？化验结果显示，手帕上有唾液痕迹，经过 DNA 比对，证实属于冯新梅的。而且唾液痕迹中还化验出残留的克罗芬麻醉剂。那有没有凶手的 DNA 或者指纹啊？这个没有。凶手很有可能戴手套，然后用手帕捂住冯新梅的嘴巴，一直到她晕倒，才动手杀死她。用那种手帕的人一定是男生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来，王婶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不是，打破了碗，对不起了。回去休息吧，让我来。不用休息了。庆松叔叔，看故事书啊？什么书来的？爸还没来啊？没有，我听说你爸爸没有做工啊？为什么没有做工啊？因为他身体不舒服，生病了？不知道。你没有问你爸爸妈妈？没有啊，他生什么病？不知道。有没有去看医生啊？没有，可能是伤风感冒了，你咳得很厉害啊。他没有咳嗽啊。没有咳嗽啊？没有，在家里也没有咳嗽啊？真的没有。这个人真的是冯新梅的超级粉丝啊！冯新梅所有的活动他都会出席的，他还录下了冯新梅在失踪的前一天在星星咖啡座举行的读者见面会。凶手一直跟踪冯新梅，在找机会下手。一定要注意里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男人。你们过来看看，这是警方5年前调查案件的时候，向星星咖啡座取得的停车场出入口画面。警方查过了，在3月15日冯信梅进驻停车场的时间是在读者见面会的前后，有什么可疑的吗？我重复看了冯新梅驾车进出停车场的画面，发现一个疑点，你们看。驾进去的时候可以看到冯新梅的脸，但是车出来的时候就看不到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可能有人故意把遮阳板放下了呢？这个位置，好，看看，
这不是冯新梅的手啊，很明显是男人的手，他还戴着手套来掩饰。我知道了，嫁进停车场的是冯新梅，但是嫁出停车场的是男人。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。Yes， high five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汪叔在读者见面会现场的证据？社长，这是万叔吗？回来了。辛苦了。给谁准备礼物啊？给旺婶的儿子准备的。他在全国数学奥林匹克比赛得到了冠军，我想奖励他。我听说了。旺婶有这么上进的儿子，真替他高兴。如果旺叔的病能够快点好，那他们更加幸福了。我去泡杯茶给你。Thank you。旺叔，白先生，怎么是你？你好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可以先进去一下吗？如果不方便的话，那我就进来吧。你请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旺叔不用了，我只有几句话跟你说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旺叔，你去自首吧。我已经知道了，杀死冯新梅的凶手就是你。翻开生命的篇章，许多家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。